哈喽哈喽，大家好。外面冷得跟冰箱一样，但我们频道绝不会让你冻着。今天要带你们热血沸腾啦！这次我们要聊一个超实用又有点炫的话题，10款最适合亚洲人的腕表尺寸与设计推荐。你可能会纳闷，腕表这种东西不就是戴手上就好，干嘛还要分亚洲人？别急嘛，听我慢慢讲。亚洲人手腕普遍比欧美人细一点，戴太大像挂了个时钟在手上，太小又像偷戴小朋友的玩具表，所以挑对尺寸跟设计真的超重要，不然戴出去不是帅是糗。废话不多说，准备好你的爆米花、真奶还是咖啡都可以，记得订阅。我们要开始冲啦！第10名，斯沃琪。好，第一款上场的是斯沃琪 Original 系列，便宜到你会怀疑人生，才每斤50块，差不多台币1500，随便吃个便当或买杯手摇饮料就花掉的价格。这只表的尺寸是34毫米，超薄超轻，戴在亚洲人手上刚刚好，不会像欧美大汉戴起来像小朋友的玩具表，也不会像偷戴妈妈的装饰品那样尴尬。设计上，斯沃琪走的是青春无敌路线，5颜6色的表盘跟塑胶表带，红的、黄的、蓝的，随手一戴就很有活力，像在跟你喊：我年轻，我就是要搞乱。它是10英表，走时准到不行，连我这种老是忘记调时间的人都能放心。重点是它才50块，居然还能防水30米，洗个手淋点小雨完全没问题， CP 值高到我都想多买几只换着戴。你说它适合日常吗？超适合。我有一次带着它去夜市，手忙脚乱买臭豆腐也没掉，回家一看还是一样准，超耐操。适合亚洲人吗？当然啦，34毫米小巧又低调，连我这种手腕细的像竹竿的人戴起来都觉得舒服，不会压手也不会太显眼。重点是它超轻，夏天戴也不会黏糊糊，懒人如我都觉得方便。缺点可能就是太便宜，戴出去没人会跑来问，哇，这表好酷哦。但你可以很得意地说，这是我的秘密武器，便宜也能很有型。我还听说有人拿它当情侣表，50块买一对，省钱又浪漫，你说厉不厉害？总之，这只表就是那种买了不心痛，戴了笑开怀的选择，推荐给学生党或预算有限的朋友。第9名，西铁城。第9名登场啦，西铁城 Eco Drive BM8180，价格来到每斤120块，差不多台币3000多，稍微有点分量，但还是平民能摸到的范围。这只表的尺寸是37毫米，属于亚洲人手腕的安全地带，戴起来不会太显眼，也不会太没存在感，就是那种刚刚好啦，不用想太多的感觉。设计上，它走的是简约实用风，黑色表盘配夜光指针，晚上看时间超清楚，像在跟你说，别怕黑，我来照你。重点是它是光动能表，只要有光就能跑，不用换电池，环保到不行，感觉自己像在帮地球做事。我有一次带着它去露营，晚上帐篷里没电，靠着萤火的光它还能走，真的让我感动到想哭。表带是尼龙的，轻又透气，夏天戴也不会闷出一手汗。西铁城还很贴心附了工具，让你自己换表带，想换皮的布的都行，超自由。适合亚洲人吗？超适合。37毫米很贴合我们手腕，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，戴起来低调又有质感。价格也不贵，120块买到光动能，简直是新手的福音。缺点是防水只有100米，下大雨别硬撑，不然就变水煮西铁城啦。我上次不小心淋湿了，回家擦一擦，居然没事，耐用度真的有惊喜。日常带着上班、上课，或是假日出去玩都很 OK， 推荐给喜欢环保又实用的人。你说买只表还能救地球，这笔生意划不划算？第8名，诺莫斯。第8名，德国小清新来啦。诺莫斯天剑价格跳到每斤1500块，台币45000左右，开始有点贵的感觉，但还在努力存钱能摸到的范围。这只表的尺寸是35毫米，对亚洲人来说是完美尺寸，戴起来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，很有文艺气息，像在说我不是普通表，我有灵魂。设计上，诺莫斯走的是极简风，白色表盘配细长指针，
加上一个小秒盘，干净到不行，感觉戴上它整个人都变文青了。它是手工机械表，德国工艺超扎实，背透一看那机芯，美得像艺术品，我每次看都觉得自己像个设计师。表壳超薄，穿衬衫也不会卡到袖口，细节超贴心。我有一次带着它去咖啡厅装文青，点杯黑咖啡假装看书，结果真的有人跑来问：“你是作家吗？”笑死，这表真的有加分效果。适合亚洲人吗？35毫米简直是为我们量身定做，手腕细的人戴起来特别有味道，低调又高级，像那种喝咖啡厅爵士乐的人会爱不释手。缺点是1500块有点痛，可能得省吃俭用几个月，但买了之后你会觉得，我好像变有文化了。我还听说这只表很保值，二手市场也抢手，买来戴几年还能卖掉回血，真的是聪明投资。推荐给喜欢简约又有内涵的朋友，戴上它，你就是人群中的一股清流。第7名，万宝龙。万宝龙1858系列，价格来到美金2500块，台币75000左右，正式进入有点痛但还能忍的阶段。这只表的尺寸是40毫米，对亚洲人稍微偏大，但表耳设计很贴手腕，戴起来意外舒服，不会像戴了个锅盖那么夸张。设计上，它走的是复古冒险风，灰色表盘配夜光数字，很有登山家的味道，像在跟你喊：“我很面，但我也很潮。”表带是皮革的，越戴越有味道，摸起来软软的，超舒服。防水100米，日常用超够。我有一次带着它去爬山，下小雨也没事，回来一看还是一样帅。万宝龙是瑞士品牌，品质有保障，带出去别人一看就知道，哦，这家伙有点料。重点是它还有日期窗，放大镜设计超方便，连我这种老花眼都能看清楚。适合亚洲人吗？40毫米有点挑战，但调整表带后，手腕细的人也能 hold 住。运动风又带点优雅，超适合喜欢户外又想装斯文的人。我朋友带着他去约会，结果对方一直盯着他的手看，说：“这表好有型哦，你看，爱情加分都靠它了。”缺点是2500块不便宜，可能得跟老板要求加薪，但买了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很值得，推荐给想耍帅又有预算的朋友。哎，你说一只表能爬山还能泡妞，这投资值不值？第6名，宝玑。第6名，经典大牌来啦！宝玑 Classic 价格直冲美金12000块，台币36万左右，已经不是随便买的等级啦。这只表的尺寸是38毫米，超适合亚洲人，戴起来既有存在感又不会太夸张，像在说我低调，但我有实力。设计上，这只表走的是贵族路线，白色珐琅表盘配蓝钢指针，优雅到不行，感觉戴上它整个人都变绅士了。宝玑的机芯是手工打造，背透一看，哇塞，那齿轮转动像在跳舞，我每次看都舍不得放下来。表壳是18K 金的，亮晶晶，超有质感。我有一次带着它去婚礼，差点被误认成新郎。重点是宝玑有历史加持，1775年就创立了，带着它就像带着200多年的故事，超有分量。适合亚洲人吗？38毫米完美贴合我们手腕，低调奢华，很符合亚洲人个性。不喜欢太嚣张，但又想被看见的感觉。缺点是12000块真的贵，可能得卖车才能买。但我朋友买了之后说，这表让我觉得自己像贵族。我还听说它保值性不错，戴几年转手还能赚点，超划算。推荐给有预算又想耍高级的朋友，戴上它，你就是宴会上的焦点。第5名，肖邦。第5名，瑞士奢华登场。肖邦 LUC-XPS 价格来到美金15000块，台币45万左右，正式进入卖肾等级的感觉。这只表的尺寸是39毫米，对亚洲人来说刚刚好，戴起来不张扬又有气场，像在说我有钱，但我很内敛。设计上 LUC-XPS 走的是精致风，灰色表盘配柳叶指针，超有质感，加上18K 金表壳，高级到不行。
机芯是肖邦自产的，通过 COSC 认证，走时准到让人想鼓掌。我有一次带着它出差，跑了3天都没差1秒，真的让我佩服。表壳超薄，穿西装戴它就像天生一对。我上次穿去开会，老板还偷偷问，这表哪里买的？笑死，这面子赚大了。重点是它还有小秒盘，细节满满，戴着它感觉自己像个艺术家。适合亚洲人吗？39毫米很完美，手腕粗细都能 hold 住，优雅又实用。连我这种手腕细到像竹竿的人戴起来都很有型。缺点是15000块会让荷包哭，可能得吃半年泡面。但我朋友买了之后说，这表让我觉得自己从此不一样。我还听说肖邦的售后服务超好，买了就像多了个保姆，超安心。推荐给追求极致品质的朋友，戴上它，你就是低调中的王者。第4名，宝珀。第4名，低调王者来啦！宝珀 Villa Red 价格来到美金2万块，台币60万左右，已经是普通人只能仰望的阶段。这只表的尺寸是40毫米，戴在亚洲人手上很刚好，不会太大又有分量，像在说我有内涵，你慢慢看。设计上，这只表走的是经典奢华风，白色表盘配罗马数字，加上月相窗，浪漫到不行，感觉戴上它晚上看月亮都特别有 feel。宝珀的机芯是手工打磨的，背透一看，美到我都想拿放大镜研究。表带是鳄鱼皮的，摸起来软得像婴儿皮肤。我有一次带着它去吃饭，朋友一直摸我的表带，说这也太舒服了吧。防水30米，日常用够了，别拿去游泳就好。重点是宝珀号称世界上最老的表厂，1735年就有了，戴着它就像带着历史书。适合亚洲人吗？40毫米很贴合我们手腕，优雅又有气质，超适合喜欢低调奢华的人。缺点是2万块可能得卖房。我朋友买了之后说，这表让我觉得自己像个诗人。我还听说它很抢手，二手市场都炒高价，买来戴几年还能回本。推荐给爱浪漫又有预算的朋友，戴上它，你就是人群中的文艺男神。第3名，百达翡丽。第3名，表王驾到。百达翡丽 Nautilus 价格飙到美金3万块，台币90万左右，已经不是普通人能碰的等级了。这只表的尺寸是40毫米，八角形表壳超有辨识度，戴在亚洲人手上不会太夸张，反而很有霸气，像在说我就是主角，你看我。设计上 Nautilus 是运动奢华的代表，蓝色表盘配横纹，加上 904L 钢表壳，帅到不行，感觉戴上它就能去开游艇或跑车。百达翡丽的机芯是艺术品，走时精准到连时间都怕它。我有一次带着它去旅行，跑了5天还是1秒不差，真的让我跪了。防水120米，下水游泳都没问题。重点是它超稀有，想买还得排队。我朋友排了半年才拿到，带出去别人一看就知道，这家伙不简单。它还有日期窗，放大镜设计超贴心，连我妈都说好看。适合亚洲人吗？40毫米很刚好，亚洲人戴起来既有型又有气势，手腕细的人也能调整表带 hold 住。缺点是3万块可能得卖房。我朋友买了之后说，这表让我觉得自己是表圈的王。我还听说它保值性超强，买了就像买股票，超划算。推荐给有钱又有品味的朋友，戴上它，你就是街头的焦点。第2名，朗格。第2名，德国奢华代表登场。朗格 Saxonia 价格来到美金5万块，台币150万，已经是天价等级。这只表的尺寸是38毫米，超适合亚洲人，戴起来低调又有内涵，像在说我很有钱，但我很内敛，别吵我。设计上 Saxonia 走的是极简风，白色表盘配细腻指针，加上18K 金表壳，高级到不行，摸起来就像摸着金条。朗格的机芯手工打磨的像艺术品，连螺丝都美得让人想哭。我有一次带着它去展览，旁边的人一直偷瞄，最后忍不住问，这表多少钱？笑死，这面子赚大了。走时精准到不行，德国工艺果然名不虚传，戴着它感觉自己像个科学家或工程师。防水30米，
日常用够了，别拿去洗澡就好。适合亚洲人吗？38毫米，完美贴合我们手腕，优雅又不张扬，超适合喜欢低调奢华的人。缺点是5万块可能得卖公司。我朋友买了之后说，这表让我觉得自己是贵族中的贵族。我还听说朗格产量很少，买到就是赚到，保值性一流，推荐给极致追求品质的朋友，戴上它，你就是人群中的隐形富豪。第1名 Richard Mille。第1名，表界外星人降临。Richard Mille RM56-02，价格直接飙到美金200万块，台币6000万以上，已经不是人类能想象的境界。这只表的尺寸是43毫米，对亚洲人稍大，但这只表戴的是态度，不是尺寸，像在说我就是王，你服不服？设计上，这只表像是科幻电影的道具，钛金属表壳配透明蓝宝石，机芯悬浮在空中，帅到爆炸，连钢铁侠看了都想抢。它超轻，戴着像没戴，但价格重到你会喘不过气。我有一次在杂志上看它，差点被那铃吓到晕过去。重点是它是限量款，全世界没几只，戴出去别人只会说你是外星人吗？防水50米，日常用够，但谁会拿200万的表去游泳啊？机芯复杂到不行，听说光组装就得几个月，戴着它感觉自己像个科技大亨。适合亚洲人吗？43毫米有点挑战，但这只表根本不是给人看尺寸的，是给人看钱的。手腕细的人戴起来可能像挂了个小飞船，但气场绝对爆棚。缺点是200万块可能得卖国。我朋友开玩笑说，买这表得先中乐透，但买了之后你就是地球上最酷的人，推荐给有私人飞机或游艇的那种朋友。哎，你说一只表能让你变超级英雄，这买卖值不值？好了，10款腕表讲完了，从50块的斯沃琪到200万的 Richard Mille， 总有一款适合你或你的白日梦。亚洲人挑表真的要看尺寸跟设计，太大像举牌，太小像玩具。这10只我都帮你挑好了，保证幽默又实用。从日常的便宜款到天价的奢华表，每一只都有它的故事跟灵魂。听完是不是觉得手腕痒痒的？喜欢这集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来聊更冷的冷知识。今天就先到这啦，拜拜。哎，对了，你最想买哪一只？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来做梦吧。